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联动机，地球 X 的危机前情提要：拜瑞和艾瑞斯举行了婚礼，邀请了奥利弗、卡瑞等一众超级英雄。就在宣读誓言的时候，一众黑衣武装分子破门而入，二话不说就扣动了扳机。拜瑞瞬间抓住了所有子弹，火风暴也立刻变身前去迎战，玻璃疏散了所有平民。情况危机之下，凯瑟琳不得不变身冰霜杀手，手中一把40米长的大砍刀劈头盖脸砍向敌人。敌人为首的女人把卡瑞吸引到了空旷的地方战斗，两个女超人拥有同样的力量，两个人不分上下打了个5-5开。另一边，奥利弗立刻掏出弓箭，在危急时刻救下了威尔斯。萨拉提起了阿拉丁神灯，杀向了敌人的另外一个弓箭手。卡瑞还在和敌方超人周旋，希斯科协助奥利弗传送到了敌人的另一个首领面前。两个旗鼓相当的弓箭手自然也是难分伯仲。卡瑞被打进了教堂，希斯科被砸晕在地，被打急眼了的卡瑞一巴掌下去，巨大的冲击波打伤了黑女超人。眼看偷袭不成，反被吊打，敌人立刻消失在了烟雾中。可是他们没有带走所有人，萨拉已经把另一名弓箭手干翻在地，敌人被关进了超能监狱。希斯科依旧昏迷不醒，对于袭击者的身份他们毫无头绪。这一群人不仅知道所有人的秘密身份，还和奥利弗、卡瑞打了个5-5开，就好像在打自己的镜像。想要得到答案，就只能去问活捉的人质。另一边，计划失败的敌人还在商讨着下一次的计划。如此知己知彼，是因为有人暗中帮助他们。一道红色闪电赶来，幕后黑手斯旺斥责两个人也逐一摘下了面具。德国工人党版本的奥利弗和卡瑞，他们的由来还得从地球 X 说起。有这么一个平行宇宙，他们的二战胜利者是德国，自然之后的所有事儿都被彻底改变了。在这个黑暗的世界，奥利弗和卡瑞成为了眷侣，是一对专门搞事情的坏人。一位无名英雄奋力抵抗着他们的组织，没过几招就被奥利弗活活打死。单单统治了一个地球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，于是他们准备攻打平行宇宙。此时实验室里，男子摘下了头罩，是奥利弗死掉的4年挚友汤米。奥利弗支走了所有人，想要自己单独和汤米聊聊，可是这个汤米已经黑到了骨子里，根本不会对任何人招供，说完就服毒自杀了。德意志的奥利弗自然察觉到了兄弟的死亡，本就愤怒，再加上斯旺的出言不逊，黑奥利弗准备直接干死这个外星人。斯旺也是不挨欺负的人，卡瑞赶紧拉开了两边情绪化的男人。另一边，众人开始调查工人党的下落，一台光学仪器遭到了入侵，监控显示正是工人党所为。白瑞和卡瑞立刻赶到了现场，奥利弗骑着心爱的小摩托迟迟赶到，那心里叫一个气呀！为什么自己没有超级速度，但是工人党有备而来？他们的目的是偷走棱镜，执行下一步入侵计划。为了让白瑞这边死得有尊严，工人党摘下了面具，看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对手，众人傻眼了。尤其是斯旺的存在，本应该被时间线抹除的斯旺卷土重来，这就是扰乱时间线的后果。而且斯旺此时的脸还是威尔斯的，斯旺戴上面具，立刻和白瑞开战。其他两个人也纷纷开始对付自己的镜像。奥利弗可是早有准备，克什制作的弓箭让他打了工人党一个措手不及。被惹毛的工人党打算杀人泄愤，镭射眼直接轰塌了一栋建筑的大楼，三人马上赶过去救人。卡瑞顶起了整栋楼，白瑞快速救走了所有人。奥利弗借助弓箭快速在大楼之间搭起了固定网，人是全救了，棱镜被偷走了。威尔斯解释他们拿走棱镜的目的，制造一枚中子弹，他们必须赶在工人党成功之前找到他们的位置。奥利弗的克星剑起到了关键作用，他们开始分析工人党卡拉的血迹。另一边，斯旺已经开始着手制造中子弹了，就差一个足够能源的电池了。趁着德意志奥利弗去找电池的功夫，斯旺开始挑拨离间，想要达成最终计划，德意志奥利弗就必须得牺牲一件事，要么是帝国，要么是妻子卡瑞，因为卡瑞命不久矣。卡瑞为了预防这种情况，已经做好了打算。白瑞这边所有天才开始调查德意志卡瑞血液中的辐射成分，不但勾起了3年前白瑞被欺骗的阴影，还回想起了自己已故的妈妈，可能自己一辈子都摆脱不了逆闪电了。奥利弗过来告诉白瑞，已经定位了敌人的位置，所有人全副武装，准备迎接这场战斗。如果战败的话，那就有另外一个德意志崛起了。实验室里边的米克还沉浸在热狗当中，一转眼小伙伴全都前往了战场。众人直捣黄龙，来到了敌人老巢，斯旺直接吸引走了白瑞，其他人对抗其余的工人党，找了半天也没发现德意志奥利弗，这明显是调虎离山。德意志奥利弗已经赶到了实验室，威尔斯见机不妙，立刻拉响了警报，主力输出现在全部都在敌人老巢。奥利弗突然被杀来的德意志卡瑞打倒在地，艰难地睁开了眼睛，看着自己的伙伴们被德国卡瑞蹂躏。另一边，德国奥利弗直奔实验室寻找电池，没赶上队伍的米克成为了最后的输出，好在冰霜杀手及时出现，可两个人也难敌杀人不眨眼的奥利弗。菲利西蒂立马召集了绿箭侠小队，他们最熟悉奥利弗的作战方式，尽管干不掉他，也能够拖延足够的时间。隔壁的奥利弗也加入了战斗，卡瑞的到来立刻打退了德意志，一个由克星为核心制成的机器人成了卡瑞最大的障碍。医院大将失去了战斗力，奥利弗和白瑞立刻败下阵来，全员被德意志活捉了起来。斯旺嬉皮笑脸地看着他们，自己被白瑞杀了那么多次，终于有机会杀死白瑞了。当然，成功完成任务的还有德意志奥利弗，
德意志卡卓的病情开始恶化，现在只需要用卡卓的命换德意志卡卓的命。奥利弗等人被送到了地球 X， 醒来后卡卓已经不见踪影，生死未卜，而他们连自身都难保。四处抓来的平民抵抗者全部都被关了起来，还有一个男人因为爱上了一个男人被抓了起来，脖子上的意志项圈让他们有力使不出。地球一这边，希斯科终于醒了过来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德意志关进了超能监狱，所有人都被囚禁了起来。卡若被关进了实验室，斯旺继续坐着轮椅扮演威尔斯。红色太阳光可以快速弱化克星人，让他们和常人一样，这也方便他们做心脏移植手术。幸存的艾瑞斯和费利西蒂早早躲在了管道里，看着发生的这一切。两个人必须想办法救出所有人。另一边地球 X， 德意志集合了所有犯人，人群中走出一个德军上校，长得和卡若的父亲兰斯一模一样。他命令手下把众人押送到了别处，跟着一起来到的还有喜欢男人的男人。奥利弗刚想反抗，就被项圈电到麻痹。来硬的显然是行不通了，众人被押送到了行刑场。德意志士兵扣动扳机的一瞬间，被一阵寒气攻击。冷队斯纳特赶了过来，救下了所有人。敌人一瞬间的分神，给了众人反抗的机会。可惜此斯纳特非彼斯纳特，爱上男人，男人爱上的就是斯纳特这个男人。他特意赶来救爱人。摘下项圈后，哥们儿立刻化作了一缕金光，击退了所有敌人。两个人偷偷把白瑞他们带到了反抗军基地。金光男人叫雷，斯纳特却叫里昂。雷也来自地球一，自然知道如何帮助他们回去。德意志总部有一个巨大的传送门，那是平行宇宙唯一的通道。反抗军首领温突然赶了过来，他们为了炸毁通路已经筹备了数年，现在德意志首领全都不在，是行动的最好时机。这也间接等于了摧毁白瑞回家的路，怎么商量也没用啊！温现在立刻就要炸掉通道，挽回地球 X。军令如山，里昂和雷也不敢说什么。卡瑞的姐姐亚历克斯再次找到温商量，在原本的地球，温是卡瑞最好的朋友，如果摧毁通道，卡瑞必定是九死一生。温之所以这么固执，是因为德意志手里有一台毁天灭地的武器，一旦开启，若干地球都要被遭到毁灭。时间不等人啊，必须摧毁通道。善良的里昂很想帮助奥利弗众人回家，他偷偷和雷商量着要不要违抗军令。两个人一拍即合，准备暗中协助他们回家。首先，他们要闯过几百个德意志士兵的看守。拜瑞1秒钟查看到了设施的警备等级，进去后无法使用任何超能力。打败几百个士兵容易，可没有超能力该如何接近通道呢？温看到他们这么执着，也决定帮一把。1个小时后，他们会摧毁通道。这宝贵的1个小时是他能给出的最大期限。奥利弗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划，不伤一兵一卒就可以进去。他伪装成了德意志奥利弗，在首领面前，小弟们也不敢多说一句话。奥利弗顺利进入了内部，逼真的演技骗过了所有人。可兰斯一眼就察觉出了异样，毁灭装备已经准备就绪，只要奥利弗一声令下，平行宇宙就会遭到毁灭打击。为了不露出破绽，奥利弗只能允许攻击，内心却是慌的一匹啊！地球一，卡拉马上就要进行心脏移植，艾瑞斯和菲利西蒂偷偷溜进了超能监狱，想放走所有人。2个弱鸡士兵被直接敲晕，可大门却迟迟打不开。菲利西蒂立刻给明日传奇小队发了求救信号，手术在斯旺的操刀下开始进行。卡拉表示，如果我出了意外，我的表弟会把你们一网打尽。刚要开刀，躲在密室的菲利西蒂就切断了实验室所有电源，手术被迫终止。聪明的斯旺察觉到自己的密室里有人，赶过去后他们早已逃走。2个人趁机赶过来救了卡拉，刚刚抬走了卡拉，就遭到了克什机器人的阻止。3个人被全部活捉。此时毁灭装置已经来到了地球一，卡拉的手术也迫在眉睫。德意志奥利弗果然陷入了纠结，帝国和妻子之间必须做出选择。他命令斯旺继续完成手术，想恢复电力就必须通过费利西蒂。正要一记手刀威胁他，卡拉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，他想牺牲自己，留费利西蒂和艾瑞斯一命。费利西蒂帮他们恢复了电力。地球 X， 奥利弗因为知道内部的消息不够多，已经逐渐演不下去了。兰斯把地球 X 的费利西蒂抓了过来，想从奥利弗眼中得到怀疑的证据。虽然他不是来自地球一，但是这里的费利西蒂是个善良的人。奥利弗立刻掏枪瞄准了兰斯，露馅之后，奥利弗赶紧杀死了所有士兵，把枪给了费利西蒂，让他逃走，这才解除了所有防御。拜瑞依靠速度冲了进来。奥利弗刚刚的战斗之中意外摧毁了控制器，想穿越通道还是得靠暴力。眼看行动败露，温立刻下达命令炸毁通道。里昂再次违抗军令，给了所有人报了信儿。反抗军的红旋风已经全速前进，前往通道，准备实施炸毁计划。想回家就必须拖延红旋风。拜瑞想起了斯纳特的话，制定计划，执行计划，计划失败随机应变。拜瑞和雷负责拖延红旋风，奥利弗带队负责启动通道。拜瑞和雷全力冲刺到了红旋风面前，红旋风像一个莽夫一样只知道往前冲，想要拖延它并不容易。拜瑞被拉到了天上，有速度也用不出来。
雷赶快冲了过去接住白瑞，两个人在地上翻滚的功夫，红旋风已经埋头冲向了通道。另一边，士兵消灭的差不多了，斯泰因建议杰弗逊分头行动，启动器必须两个人配合才能打开。奥利弗和里昂清理着赶来支援的德意志，拆分开的火风暴不堪一击。两个人被火力压制的动弹不得，眼看敌人的支援越来越多，斯泰因拼着老命冲过去启动开关，却在半路中弹倒地，一把年纪扛着流血不止的身体艰难地爬向了开关。启动开关前再次中枪，通道被开启，和红旋风马上就赶到了。白瑞开始绕圈圈丢闪电，雷也射出一道光束，两道激光同时击中了红旋风，任务完成。斯泰因越来越危险，杰弗逊立刻化身火风暴带他回去治疗。里昂和雷一起前往了地球仪，地球仪上斯旺的手术刀已经划开了卡瑞的皮肤，却怎么也切不开。原子侠此时正用身体抵住了刀刃，变大后干掉了所有人。接到讯号的明日传奇及时赶了过来，钢铁公民放走了超能监狱里的所有人，一转攻势。穿越通道的众人也赶了过来，德意志奥利弗一剑切断了原子侠的战俘，卡瑞还没有恢复力量，费利西蒂站在他面前保护他。就在此时，奥利弗挟持了德意志卡瑞，斯旺也趁机救走了两个人。另一边，传奇团队遭到了克什机器人的阻挠，然而面对一群无脑射激光的变种人，机器人挺了几秒钟就原地暴毙。杰弗逊立马把斯泰因带回了飞船接受治疗，两个人意识相连，杰弗逊也吐血倒地，凯瑟琳赶快为他们进行止血，两个人的情况越来越糟，过不了多久就会一尸两命。斯泰因看得出来自己马上就要死了，如果不立刻切断两个人火风暴的联系，杰弗逊也会跟着一起死掉。两个选择摆在面前，斯泰因早把杰弗逊当成了自己的儿子，为了儿子他甘愿牺牲自己。随着药剂涌入体内，斯泰因毅然决然地切断了两个人的联系，独自停止了心跳，换来的是杰弗逊年轻的生命。斯泰因的离开打击了所有人的信心，看着自己的老战友死在自己眼前，众人失去了斗志。杰弗逊独自来到了斯泰因的家里，将这一噩耗传给了他的家人。另一边，德意志的卡瑞也只剩1小时的寿命，奥利弗决定放弃帝国，也要拯救妻子。悲伤并不能停止战争，白瑞这边也已经集结了所有人。德意志奥利弗告诉众人，交出女超人，他们就会撤离地球仪。然而奥利弗直接挂断了电话，为了斯泰因，他们要干死这群德国工人党。毁灭装置开始无脑袭击城市，大批德国士兵四处杀害无辜百姓。烟雾中走出一群黑恶势力，两边非得拼个你死我活才能终结战争。希斯科和威尔斯驾驶着乘波号攻向了毁灭装置。面对一群怀揣着特异功能的人，德国士兵的数量越来越少。斯旺突然向白瑞杀了过来，两个宿敌之间也必须分出胜负。此时卡瑞飞到了德意志卡瑞面前，就算只能活1个小时，卡瑞也选择开战。凯瑟琳带着传奇小队趁机来到了毁灭装置上，三个人负责破坏飞船的防护罩，争取足够时间摧毁装置。希斯科把控制权交给了威尔斯，自己传送过去帮忙。地面上两道红黄闪电依旧在对决。如今白瑞的速度有了质的飞跃，对抗起斯旺根本不吃亏。两个克星人也把战场转到了云层之上。威尔斯借机启动了他娘的意大利炮，直接轰烂了毁灭装置。希斯科顺利带回了凯瑟琳，白瑞生擒了斯旺，打算一手刀彻底把他抹除。然而闪电侠从不杀人，白瑞放走了斯旺，让他滚回自己的时间线。德意志的卡瑞离死不远了，如果他心脏停止跳动，就会产生巨大爆炸。卡瑞抱着他直奔宇宙飞去，巨大的冲击波撕裂了天空。德意志奥利弗不战而败，奥利弗一剑杀死了自己。昏迷的卡瑞如同陨石般坠向地面，钢铁直驱的钢铁公民及时接住了他，战斗大获全胜。里昂和雷帮了大忙。要说里昂和斯纳特最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轻易近人。临别前抱了抱白瑞。战后，众人为斯泰因举办了葬礼。杰弗逊哭着说完了悼文，今后他必须要好好保护斯泰因的家人。大家一人一铲子埋葬了斯泰因，送走了其他人。白瑞想要完成最后的婚礼，奥利弗也打算和菲利西蒂成婚，把星城的迪哥拽了过来。在司机侠的见证之下，两对新人迈入了人生的第一个坟墓。对白瑞来说，这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呢？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